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那我们这一集的 Figma 教学呢，会带大家去绘制画面上右边这三个图形。那我们会做出这种毛玻璃的效果，以及会告诉大家这些插画是如何从头到尾完成绘制的。整个过程都会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实做。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怎么绘制出这些可爱的 icon，那会带到的是 Figma 中的几何图形绘制以及布林功能的介绍。然后第二个是图形上的渐层色该如何建立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介绍我们这次制作出毛玻璃效果的 Polygon 插件。这就是今天的三个重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教学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到教学画面，我们要开始去绘制这三个图形。那首先，我们从左边这个云朵太阳的图形来绘制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上面其实我们把它拆解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它有三个不同的图片组成，一个是太阳，然后一个是云朵，然后一个是云朵上面的光泽，所以我们要分别绘制出这三个。首先是太阳的部分，那我们会在几何这边，我们选择圆形，然后我们就拉一个圆形出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圆形用渐层色。那通常来讲，我会在颜色这边呢，先选择我渐层的主色，橘色，像是橘色我就选。这个时候我再切成渐层，它会以这个橘色先给我一个渐层色，所以我在调整的时候，我可能就可以不用全部从头调。然后我们点击深色这边，我希望它不要那么深，就亮一点。然后这个可以稍微浅一点。好，我们就绘制完一个渐层色。那这个颜色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搭配，比如说你想要更红啊，或者是黄色，都 OK 的。然后再来是要绘制这个云朵。那这个云朵呢，它就没有一个现成的几何图形可以去绘制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拆解，就它其实是一个，你可以想就是圆角的矩形，一边圆角矩形，然后跟一个圆形组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这边会先画一个矩形。然后会把它的左边这边呢圆角，那我们在这边做倒角，这边右边这边点开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单独设定四个角，比如说我这边就把它设定的数值高一点，50，直接50，50有点高，那我们30、40，看一下40，好，差不多。然后接着我们再绘制一个圆形，然后对齐这边，让它这边是衔接在一起。那如果觉得这个太长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缩短一点。好，我们的这个云朵啊就绘制完成了。但因为它现在是两个图形，然后所以我们呢要把它布林运算就是结合起来。那如果你有用过类似的工具，其实你就会知道，它就是几个不同的效果。我们分别就是绘制两个图形，然后测试一下，示范给大家看。
好，第一个呢是让两个就是合在一起，就是两个交集的图案可以把它结合成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比如说这个，这个在它上面，然后我们选择交集，它这个上面的呢就会把下面的这个地方裁切，交集的地方裁切掉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，第三个呢，大家其实可以从图片辨识，就是这种没有填满的呢，就是它要消失的；那填满的呢，就是保留下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两个都保留下来，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保留下来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原因，就是两边没有，中间保留下来，所以就是等于交集的地方保留下来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就跟这个就刚好是相反，交集的地方消失，其他地方保留下来。就是大家可以从图片上就是蛮好去判断的。所以像这个，我们就是使用让它全部都是交集在一起的。好，然后光泽的部分，我们先把全部图形画完，然后最后再画像这光泽的部分。然后我们等全部画完之后，我们再一次做，就是毛玻璃的这种效果。接着都是比较像这个就比较简单，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几何图形，一个就是长方形、矩形，然后我们就可能设定一下倒角、圆角，然后接着这边呢，我们旋转可以在角落这边都可以有旋转，或者是你可以透过这边去旋转。那你按住 Shift 旋转，它角度会一次15度的旋转，会比较好控制。好，一样就是蓝色，然后再选渐层，然后调整颜色。OK，好，然后这下尺寸。OK，接着的话，最后一个是对话框的效果。那它也跟第一个一样，就是它没办法直接画出来，就是我们要用布林运算的方式。那这个就更好理解，就是一个圆形跟一个三角形。好，一样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做第二个，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就不用 Option 或 Alt，然后去复制一个出来，然后接着就是把它做水平翻转。那比较快的方式就是 Shift 加 H 就可以快速水平翻转，或者是你可以在点右键对着图片点右键，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找到水平翻转。好，翻转之后呢，我们把它缩小一点，然后接着绿色，好，渐层。好，然后这边稍微来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会使用渐层的，主要就在于说，因为这毛玻璃的效果啊，它就是有一点点立体感。那假设我这边如果选择的是这种就是一般的填色，单色的填色，那你会发现就是
毛玻璃是看起来立体的，但是这个太阳的部分，云朵部分看起来立体，太阳的部分看起来就很平。但如果我用了渐层的话，因为它有深浅变化，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它的表面它是比较立体的，比较立体感的，就很像是会有立体感，原因就在于说它有光影的感觉，就是深色的地方就是比较是阴影的地方，然后浅色的地方就很像是光照到的地方，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就是立体的错觉。但是因为它实际还是平面，但是你会看起来觉得它好像变立体了。对，这就是选择渐层色的用意，就是为了跟毛玻璃搭配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制作毛玻璃效果。我们打开插件这边，然后我们要选择我们今天的外挂 MORPH。好，它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功能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lassy 这个功能，它就是毛玻璃功能。那我今天点击下去，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选到了我们就是图形，就的图形，然后选择了之后，我们就按下这个按钮，然后它会有几种不同的立体的，就是边缘的立体效果的程度。那我们今天选择的都是这个效果。大家其实如果想尝试的话，也可以尝试不同的效果，然后以及透明度，然后跟它的模糊的程度。那今天都是使用预设，就我觉得预设的效果是我自己看起来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。但你也可以自己尝试看看。好，然后确认好之后，我们就按 Apply，然后就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另外就是再绘制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。我们把底色调深一点，比较有辨识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云朵的绘制。接着我们就要绘制这个光晕效果。那这个我们就要用到钢笔工具，然后我会直接沿着圆弧点击，点2个点，然后按住，然后拖，往下拖，然后去拉弧度。如果你对钢笔比较不熟悉，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就是稍微练习一下，多尝试几遍会比较好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把颜色调整成白色，然后把粗度调整粗一点。然后因为它两边是圆角嘛，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把它改成圆角。好，我们可以再调到5好了，然后拉下一点。好 ，OK。那这边绘制完之后呢，我会我先测试给大家看。我会习惯其实把它就是转外框，因为如果不转外框的话，如果我今天去调整大小，比如说它就会变细，所以这边我会把它 outline 就是转外框，对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，我们再拖来一次。云朵部分你要转外框，它圆角的部分比较不会变形。OK， 好，再来是这个，那我们就一样的操作方式，就选择之后点击，然后 Apply，
就确认，然后你就可以重新调整。那这个的好处就在于说，你今天如果要重做，你就不用再上一步返回，你这边都还有原本的图形尺寸，你就再点击、再生成、再调整你要的就好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绘制。那这个呢，就为了更方便，我就直接用矩形拉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拉白色，这样就不用转外框，更方便一点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绘制完2个了，我们把它群组一下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也是用矩形，然后滑鼠这样拖拉就可以调整倒角，然后把2个群组一下，然后你移动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对齐到红线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icon 图片就绘制完成了。那我们再来就是快速的说一下我们这次的复习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几何图，我们从这边可以选择不同的几何图形，矩形、三角形，然后心形，然后线条。那如果你要绘制的是不是这几个图形形状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用一些布林运算的方式去想办法把它组合，或者是裁切出相关的形状。比如说像云朵，可能就是一个单边圆角的矩形，然后跟一个圆形去组合起来。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个对话框，你可能就是把对话框的就是圆形，然后跟三角形单独画出来，再把它们组合起来，你就完成了对话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是用到了渐层色。那渐层色会使用渐层色，原因是为了增加画面的，就是立体感，让它可以跟这个立体的毛玻璃去搭配。那因为它是玻璃，所以在一些元素上，我增加一点点反光效果。然后像这边的话，为了画面简洁，虽然我没有增加反光效果，但是我同样加上了像是眼睛的效果，主要是做呼应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用到的几个绘制小技巧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插件，然后它可以快速的制作毛玻璃效果，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不同的模糊度，我们可以放在这边去看它的模糊程度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不同的边缘，像这个就看起来是边缘反光边缘更细，然后不同的效果。然后像这个就是，比如说，比较没有立体感、比较平的毛玻璃效果，可以用这种我们可能当然可以直接绘制，但如果你用这种效果的话，内建的插件的话，它可以快速然后有效的帮你去生成相关的素材，跟让你做调整，然后会有效率很多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icon 教学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对于这次的教学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是说你还想看到什么更多其他的教学，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然后很开心这次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就下堂课见喽，拜拜。